经从白云区那边骑行了16公里，骑到这边。现在呢，我在建设六马路路口，我的右侧呢就是花园酒店，而我的左侧呢是白云宾馆，还有友谊商店号称环市东商圈。改革开放最早的开阔的广州大道呢，我看这个地铁工程应该在接近尾声了。现在呢，我要向前骑行上广州大桥，一鼓作气骑到了洛溪大桥的桥顶。好，现在我骑行了40余公里又回到了祈福新村的这条大路上。嗨，大家好！现在呢，我在越秀区的环市路上，我的右侧呢是亚洲大酒店，我的左前方呢是号称63层楼的广东国际大厦现在应该是皇冠酒店。左侧呢是广东省电视台。今天呢，我已经从白云区那边骑行了16公里，骑到这边。今天呢，是我要骑行的一次远距离的征程。本来想着呢，这一路就是骑行就拿表记录一下就好。但是到了这边呢，我正好趁着停下来看一看导航。从这边回去呢还有25公里，那么也就是说呢，今天总体的骑行距离应该是在40公里左右。纪念一下我就从这边开始录制一下我的视频。从这边呢，通过环市路骑到广州大道，过广州大桥，最后呢要上洛溪桥。从大石大桥那边呢回祈福新村去，25公里的距离，我们挑战一下好，现在我们就从环市路这边出发。现在呢，我在建设六马路路口，我的右侧呢就是花园酒店，而我的左侧呢是白云宾馆，还有友谊商店号称环市东商圈。改革开放最早的广州的旺地，前方呢就是欧庄。现在我骑过了欧庄立交，现在呢，我已经骑行在中山2路上了。这条是东风路，并非中山2路。我找到一个过街的路口。现在骑过中山1路
这边呢就进入广州大道了。开阔的广州大道呢，我看那个地铁工程啊，应该在接近尾声了。原本占了半条马路的工事呢，好像路面慢慢恢复了，但是这条路上呢，还是车水马龙，交通要道。我要到前面去骑过广州大桥，沿着广州大道呢，一直骑到洛溪桥。这是齐后潘邑的必经之路，估计呢还有20来公里。广州呢有一家小破单车专卖店，应该就在前面右侧马路里面。前方呢就是广州大桥，而珠江新城呢就在这条广州大道的左侧一整片的区域。现在呢我要向前骑行上广州大桥。居然骑错路啊，骑到了二沙岛里面来了。再从这边上广州大桥。下午4点25分，骑过广州大桥。
好，现在呢已经来到了广州大桥南了，前方呢是客村立交。骑过了客村立交，继续在广州大道南行。
一鼓作气啊，骑到了洛溪大桥的桥顶，现在开始下坡。好了，现在呢骑下了洛溪大桥啊，距离到家呢还有10来公里。再次骑过了大石大桥啊，时间刚好来到了5点钟。
现在呢，我推车上了市广路的一座天桥啊，下了天桥，距离祈福新村呢，大概就只剩了5公里左右了。已经骑了36.7公里了，很不错的一段骑行拉练啊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休息了片刻啊，喝了一口水，顺着这条市广路骑回祈福新村。从这边回村里呢，5公里，我觉得大概25、6分钟吧。我们出发。好，现在我骑行了41公里了，又回到了祈福新村的这条大道上了。今天我是参加完一个饭局，专程去送了一位年长的亲戚，住在白云区，差不多在嘉禾望岗那个方向。然后呢，我就突发奇想了，骑一段我从来没骑过的白云区的那些路段，结果就从那边出发，中间绕了点路，骑到了环思路，从那边呢我才打开我的摄像机，在那边呢开始我的拍摄。总里程呢应该42、3公里吧。连日下雨之后啊，一个不错的天气啊，出了太阳，天气呢还算凉快，所以就多骑了一点距离。整体感觉还是相当不错。我看了一看实际用时呢，2个小时20几分钟。那么也就是说呢，平均时速应该可以达到15公里以上吧，还算是相当不错的一个速度啊。而且我觉得也没有特别的劳累，正常吧。所以我有时候在想啊，只要天气好，路上没有特别崎岖、很大的坡度呢，像这种30、40公里的距离，应该也不在话下。现在呢，已经来到了旧区的大门口了，这边居然还堵车了。
今天呢是5·1长假的最后一天啊，我还弄错了，我以为是7连休，其实是5连休啊。我去到各处呢，都是洋溢着过节的气氛，不管是高档的区域还是普通的居民区啊，这些商业街道呢都非常的热闹啊，各到各处的景点呢也非常的拥堵，所以呢就在家门口附近，大家开开心心过个假期，我觉得也不错啊。好了，我呢已经快到家了啊，分享给大家今天这一段唱习。那我们就跟大家说一声再见，谢谢跟随和观赏，下一次出行再见，拜拜。